欢迎收看第114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还要再做一期关于揭阳虐狗事件的节目。有一个更深刻的角度想要和大家分享。那放心我不会放任何残忍的画面和视频。但是呢，上一期节目做完，包括我在推特上持续为这个事情发声，就导致我的时间线涌进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推文。那有意无意间，我实际上这些天不知道重温了多少遍那些残忍的画面和视频。我不得不承认这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是把我内心最黑暗的一面都激发出来了。那我看到有人发推文把这个施虐者的照片公布出来，那包括就这5个孩子的具体姓名都公布出来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呢，我还转发了一条我转发的时候，我写的推文是：如果我有一本死亡笔记。那我知道我这么说也是错的但是我相信呢，在法律长期缺位的这种情况下，就这些孩子还有一个传闻说还在继续的虐杀新的这个猫猫狗狗。我觉得有可能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报复有可能是这个社会的去带给他们的一场私刑。那这些事情呢，导致我这2天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当然了，除了残酷的画面跟视频呢，我也重温了很多遍那这些狗狗们生前的与人互动的那些非常温暖的画面、美好的画面还有视频但是我也就不在这里放了因为我怕我看这些视频我可能会哭出来，我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因为毕竟之前是有这个先例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和狗有关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哭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那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的这个照片吧我们来往下讲一边缅怀他们，我们一边来思考这个事情更深的一层关系。我觉得若干年后当我们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在语言上描述这个事情呢？比如一宗未成年人虐待动物事件，我觉得这种说法太行政化了，对吧？就这个语言被修饰得太干净了，干净到就是把这些受虐待的狗狗们他们的恐惧、疼痛以及最终的死亡全都擦掉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只小母狗它是有名字的，它叫旺旺，对吧？身边的还有它的孩子们，就他们并不是一串可以从通报里掠过的数字也不是某段影片里用来刺激流量的道具。他们会害怕会疼的，依靠着母亲，他们每一个都是本能的想活下去的生命。我觉得旺旺不懂什么叫刑事责任年龄也不懂什么叫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不懂作为一个生命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法律身份才能使得自己的疼痛、自己的死亡被这个国家正视看见。他只是遭受了残忍，然后死去了。那这个事情最刺眼的地方就是法律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完整的看见了施虐者的年龄、隐私前途、人格尊严都照顾到了，但是却几乎看不见旺旺和他的孩子所经历的一切。那事件曝光之后那法律要求公众你不要对这些施虐者、这些受法律保护的孩子们，不要对他们起底，不要网暴
不要传播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从法治原则上来讲，这些要求当然是对的。那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公众的愤怒就被剥夺基本权利。那未成年人也不能因为犯下残忍的行为就被永久的交给没有程序、没有比例原则的群体暴力。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当法律要求所有人克制的时候，那法律自己做了什么？对吧？既然国家不允许公众自行的制造惩罚报复，那国家就必须提供可信的、清晰的，而且与行为相称的一个正式后果。那否则，法律就只是在要求人们放弃报复，却没有向人们证明正义真的会到来。就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而言，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虐待动物法针对猫、狗等伴侣动物遭到故意残忍虐待，现有的规范存在明显空白。未成年人可以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这个教育矫治，但是这类处置呢，本质上不是刑罚也很难回应公众对这个残忍程度的直观感受。那于是公众就看到了一幅极度失衡的画面就是施虐者们有一整套法律语言可以保护他们，而被施虐的生命却没有一套同等清晰的法律语言替他说话替旺旺说话，替他的孩子们说话。法律的对等那不是因为动物没有受到保护所以未成年人也不该受到保护，对吧？而是法律不能只保护施虐者免受伤害，却无法保护弱小的生命不被虐待。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分开。就是保护未成年人是为了什么？阻止私刑、起底威胁和永久性的毁灭。那么追究未成年人行为的后果必须要追究他这个后果，则是在阻止把这个所谓的保护变成免责。所以真正的保护不是把事情压下去把这些名字藏起来然后就假装问题已经消失了。真正的保护是在就是一个人他的会形成一个自己的暴力模式尤其是这种未成年人，那他随着他的这个暴力，他最终他这个模式会固化。真正对他的保护是要在固化之前强制他接受心理评估、行为矫治生命教育、风险评估以及长期的复查。就对这些未成年人来说，最坏的结果不是受到有边界的制度性处置，而是什么都没有真正理解。我在上一期节目里讲了，他们觉得自己错了吗？没有。他们在这个事情里学到了什么？就是下一次不要拍下来不要发到网上去，不要让很多人知道。那我觉得公众我们大家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住址也不需要拥有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权利，但是公众有权知道制度有没有认真评估他们表现出的残忍和危险性，有没有人确保他们不会再次伤害动物，甚至将来伤害人。那监护人是否承担责任教育矫治是否具有实质的内容和期限。我觉得保护未成年人不是替他们取消后果真正的保护是让他们在成为更危险的施害者之前被迫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那现在现实已经发生了有人开始报复了有人起底他们，有人网暴他们，有人寻找他们的家庭、学校，甚至去瞄准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甚至有人试图让这几名未成年人要终身的背负这件事儿。我不是在号召私刑也不是说这个私刑因此就是正义的。为什么呢？因为私刑没有可靠的证据标准也没有比例原则，没有停止机制
还可能波及无辜的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把私刑就描述成是一种突然从地底冒出来的邪恶啊，仿佛它与整个这个制度毫无关系。因为当正式的制度无法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后果，社会便会自行制造非正式后果。法律没有给出判决，那人群就自己开始判决了。法律没有设定刑期，但是互联网可以给这个事情设定一个完全没有期限的刑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官方甚至你可以要求删除这些信息，但是你无法命令所有的人遗忘这件事儿，对吧？对这些孩子可能有个专门教育也许有个期限。那官方的行政通报也慢慢的会被新的新闻覆盖，但是这些影像、这些讨论包括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讨论，各种语言的以及这些标签，你可能若干年后都会反复的再次出现。所以其实这些施虐者，就这5个未成年人其实已经掉进了一个没有法官、没有判决书，也没有明确出口的一个私刑漩涡其实整个公众对他们的私刑已经开始了。那法律拒绝制造一个可令大家信服的正式后果，对吧？那社会就失衡了失控了，自己去制造一个非正式后果。那我觉得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那既然私刑并不正当，那为什么我还要在标题里把这个称为报应？我所说的报应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那种天谴也不是说宣布任何人对他们施加的任何伤害都天然正当我说的是一种现实世界里的因果，就是他们以极端残忍的方式对待弱小的生命，而法律呢又没有及时的提供足以承接公众愤怒的这种制度性处置。这2个因素相遇之后，实际上是共同的把他们推进了一个网络私刑里。那事情发展到这里，就已经不是说某一个人说应不应该网暴这么简单就能决定的不是因为某个人号召他们才被网暴的，而是他们的行为已经引发了一个超出任何个人能够控制的一个社会结果这种后果未必是正义的但是真实存在未必符合这个法律的这种要求的比例但是有可能伴随这5个人很久，甚至一生。就是法律没有判他们但是互联网已经判了。法律对他们的处置当然是有期限的，但是互联网的这种私刑是没有期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讲这就是他们的报应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一个惩罚，而是他自己制造的残忍然后沿着这个制度留下的空洞，在互联网上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报应。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只是理解为说是对这几个未成年人的报应，那就我觉得我们看得太浅显了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得更深一点的，就是旺旺之死只是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来某种运作方式的一个缩影。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秩序里，那法律是干嘛用的？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替伤害划定责任、比例以及最重要的终点。就任何一个伤害发生，你不管原因是什么，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你要帮助这个事情让这个伤害有一个终点把责任划清清楚，谁负多少比例，设置一个终点。那也就是说，受害者我说的是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秩序里中国不是受害者你不需要自己去复仇，对吧？那公众也不需要以人群的力量来代替审判而是由法律把这个冲突接过去使得这个伤害、这个冲突不再无限的循环下去。那我们想想，中国在过去这几十年
这些大量的伤害没有得到真正的处理，对吧？真相没有被完整的说明过，责任也没有被清楚的追究过，受害者没有被妥善安置，施害者也没有这个承担他们该承担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官方这个政府都要求人们向前看，顾全大局，维持稳定，就好像只要禁止讨论了禁止谈论，然后删帖了，掩盖了，这个伤害就会自行消失一样。但是大家要记住没有被处理的伤害是不会消失的，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沉淀下来在这个社会里沉淀下来，变成恐惧变成一种犬儒的思想，变成公众对于这个制度的不信任，也有可能沉淀成一种冲动。什么冲动就是一旦自己得到一点权利，就会把曾经承受的痛苦转嫁给更弱的人这个就是中国这个社会长期存在的一条其实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个叫暴力传递链一个链条，就是上面的人伤害下面的人，有权利的人伤害没有权利的人不能反抗真正强者的人，那他就去寻找比自己更弱的对象。所以一个人在这个制度面前受到羞辱，那回到家里去羞辱自己的家人，对吧？一个人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里感到很无力，然后他就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孩子、动物或者其他弱者重新获得一种支配感。所以暴力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顺着这个权力的方向一层一层向下流动。所以受到伤害的人他并不会自动的就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如果没有可信的法律、教育和社会制度来阻止这种暴力的复制，那昨天的受害者就可能变成今天的施害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社会越发展越畸形，就由这些过去的伤害一直累积，最后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种关系中是受害者，但是在另一种关系中他又成为施害者。权力伤害普通人普通人呢就去伤害更弱的人，那这些更弱的人那伤害谁呢？就去寻找比自己更加脆弱的生命可能这些猫猫狗狗。所以在这样一个不能向上追责的社会会变成什么？就是最终就会变成只会不断的向下施暴。我们常常把历史想象成是一条向前延伸的直线好像时间这么过去了，社会就自然的进步了。但是一个没有处理过这些过往伤害的社会，这个历史不会真正向前，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更像什么呢？一个漩涡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暴力，没有被承认的责任没有被安置的痛苦，就始终在这个水底旋转。换一个名字，换一批人甚至换一个技术，换一个平台，反正最终这个漩涡还是以一个新的面孔，就还是会回来。中国的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种政治运动里的批斗、告密、群体羞辱后来政治运动结束了，变成什么？一些单位学校家庭中的这种权力压迫。那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又变成了人肉围攻、举报、封杀，然后这种网络私刑。形式看起来不一样，但其实内部的结构高度相似。什么呢？就是没有稳定可信的法律只有不断转移方向的这种力量暴力。没有能够终止这个冲突的正义存在，没有只有这个今天的施害者和明天的受害者这个位置这不停的交换。所以当制度不肯给伤害一个终点，那伤害就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出口。中国几十年的这些历史，它并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过去
而是一个没有被处理过的因果，换了一副面孔又回来，换了一副面孔又回来。所以我觉得真正掉进这个报应漩涡的，不只是揭阳这几个未成年人，对吧？因为一个社会长期的纵容什么，你最后就会被什么东西包围反噬长期中国社会长期纵容这个权力不受约束，最后结果是什么？所有人都生活在这种任意的权力之下，长期的要求受害者你忍耐顾全大局，最后是什么？就人们不再相信公正，只相信用私刑去报复。中国这个社会长期的不保护弱者，结果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恐惧那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那个无人保护的弱者。长期的拒绝这种正式的这种正义，那私刑就会逐渐成为社会解决问题的工具，对吧？人们就开始相信说，正常的程序没有用只有把事情闹大发动舆论制造压力才可能得到回应，甚至更过激的做一些私下的报复这种私刑。但是私刑一旦成为了一种大家常用的正式的工具，它不一定永远会对准那些真正有罪的人今天他可能吞没的是那些施虐者大家觉得他做对了，但是明天他就有可能吞没一个被误认的被造谣的一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每个人，你既有可能成为这个私刑的执行者也有可能成为这个私刑的对象你可能会在某一刻要求法律保护，但有可能在另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就被排除在这个法律的视野之外所以中国这个社会真正的报应，不是坏人终于受到了惩罚，而是最终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迫生活在一个长期纵容坏事然后所形成的这么一个世界里。所以反思一下，面对旺旺之死我很愤怒，很多人很愤怒，当然会愤怒。但是我觉得真正荒谬的要求就是一方面没有法律来回应这个残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法律又要求所有人都保持冷静，而且要迅速遗忘这个事儿。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私刑当成唯一的答案，对吧？因为私刑只会让这个漩涡旋转得更快因为就是本来的一个残忍，对吧？那由于这个私刑你引发新的残忍，又有新的受害者，然后再制造下一轮报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法律，你得承担起这个责任。中国必须要建立明确而完整的反虐待动物制度。你至少分阶段的，你要对于这种故意以残忍方式虐杀猫狗组织或者教唆他人去施虐拍摄与传播虐杀影像牟利这些行为，你都要给出清晰的法律后果。你对于这些低龄的未成年人你也不能说我就说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吧？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就拿成年人的这个刑罚去惩罚他们，但是你不能够仅仅的就以教育为主4个字就打发了这一切。你必须要有什么？就对这些未成年人必须要有强制的心理评估，暴力风险评估，对吧？对他们要有长期的这种行为矫治，以及他们的这种监督责任的追究还有公开透明的制度性的复评，这些都要有，对吧？因为既然国家不允许公众动用私刑当然这是对的那你国家就必须证明你的正式的制度真的能够阻止下一个旺旺的出现因为法治必须同时完成2件事就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私刑没问题，但你也要保护弱小的生命不受这种虐杀这两边你缺少任何一边都不是完整的正义，对吧？旺旺死了，当然这些揭阳的虐狗少年，以我的判断，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掉进这个网络私刑了，但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等着他们。
那当然了，真正掉进这个漩涡的就不只是旺旺他的孩子和这5个施虐的未成年人，对吧？是一个长期无法让法律看见弱者啊，让责任找到施害者，让正义终止这个报复的社会，是中国整个这个社会都掉进了这个漩涡里。旺旺被虐杀啊，是强者对于这个弱者的一种支配。那这些少年被网络围攻，是人群对于整个制度缺位的一种失控的反击，对吧？那整个中国社会就在这个残忍、纵容、愤怒、报复啊和再次残忍之间，一圈又一圈的这个漩涡在旋转。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你不能让这个旺旺的死亡得到法律回应，那你就等待人们的愤怒，对吧？如果你不能让这每一次伤害，得到一个清晰、确定而且符合比例的一种法律后果，那必然会有私刑发生，对吧？中国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去正视过去这几十年来累积的暴力和痛苦，那所谓的历史是不可能真正过去的，只是换一群人换一个平台再爆发一次。所以我觉得报应我们今天讲的报应不是说某一天突然降临的一个天谴这个报应就是已经来了就是所有的中国人我们长期容忍的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呢？终于变成了我们唯一能够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世界。所以我们真正要终止的是什么？不只是这一场虐狗事件也不只是这个后续的这些网络的私刑网暴什么的，我们要终止的就是这个把弱者施害者、旁观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卷进去的这个报应漩涡。那否则我们做不到的话，那旺旺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牺牲的弱者，对吧？那揭阳的这些虐狗的少年们也不会是最后一群被这个私刑吞没的人，都不是中国就会在自己这几十年来制造的这个因果之中，就这么一圈一圈的旋转下去。我觉得事情发展到现在，当然还在继续的发酵全球有非常多的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在发文关注这个事情BBC 也报道了，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大屏幕呼吁立法呼吁大家关注包括纪念旺旺和他的这些孩子。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这种大屏纽约台湾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我觉得这些是很积极的层面让人们看到这个一些善良的举动。那可能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旺旺和他其中3个孩子都被烧死了那么还有一些更惨的细节我不想说了很痛苦。但是呢，有一个孩子据说活下来了被一个好心人据说收养了，起名呢叫小兜福有一个影像，就是这个小狗然后再给它擦身体喂它吃东西跟它玩什么的，我无法核实真实性，所以我也就不在这里给大家放了。我觉得假设是真的吧假设这只小狗能够被温柔的对待能够在这个好心人家里健康快乐的长大这可能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唯一一点安慰了。至于那5个这个揭阳的少年我觉得我就不说那些很愤怒的话了我也不想去煽动这种情绪。我觉得他们实际现在已经掉到一个报应里，他们自己不知道可能还在继续的作恶那我觉得我们继续关注吧这个不是说1-2个人的呼吁就能够改变这个事情的走向
透过这个事情更深层面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啊。那顺便我们也纪念一下旺旺和他的孩子们。OK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